嗯，老板，你吓死我了！你的那些破烂儿我都看了，没有值钱的。你都来800趟了，你当我是这个也不值钱吗？鉴定费很贵的。你这宝贝是从哪来的？你家的东西不是都卖干净了吗？行吗？还钱！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，你要再不还钱，我把你卖黑市上当人质！哼，玉佩换的钱，一半到我卡里，一半，哼，换成硬币给他们。好，阮星梦，你给我等着，下周还来。拿着。我叫阮星梦，现在是一个破产药店的老板。至于为什么破产，爹妈把药店和债务过到你名下，他们带着你弟出国，没影啊！那这债就得你还。你们想牺牲我，我偏要这个破药店，一封翻盘。无意间我发现药店里竟然有通往古代的时空隧道，这位就是我最近的甲方，也是摇钱树，来自古代的少年将军。近几日叨扰姑娘了，不知在下的玉佩换了几分薄银。用现代药品和古人做生意，让我起步一下容易很多。这样我们就钱货两清了。您看你还有什么药物吗？云舒，云舒，哎，这么多钱，按时消毒的话，伤口不应该烂成这样。别动！你的伤口在受伤之后碰过脏水吗？未曾。那应该是你们的敌军在武器上溅了粪水，所以伤口才会感染成这样。卑鄙！难怪军营里的伤员久治不愈，沾了粪水的伤口，九死无生。谁说的？可惜这个药就是太贵了，而且我这现货不多，以你们大军人数来说，恐怕是天价。我尽快集齐药款，不知姑娘可否随在下先去军营坐诊，传授下处理之法？我去古代？先委屈一下了。血染沙场，白骨成沙，竟然是现实吗？他还只是个孩子，壮丁已经不够，如今10岁以上男子均要征兵。报将军，敌军来袭！我派人护送你回那边，药款我会在7日内凑齐。你还在高热，你现在去战场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星梦，我退了，身后的百姓该怎么办？哪怕战至只剩1人，我们都不会后退半步。为安全起见，若在7日内我没有回去，就将通道封存吧。走吧。臭娘们儿！1周后要再不还钱，老子把你卖到黑市！我先垫钱，明日就把药送来，你不准死！好。我这哪是企业家，我这分明是慈善家嘛！云舒，云舒，我所有的身家性命都在你身上，可一定不要让我失望啊！将军，神药非常有用，大半士兵伤口正在愈合。好，准备的钱财都到了吗？已经在路上了，今天晚上即可送达。将军，不知神药从何而来？我等简直闻所未闻呐！是专门拯救我们的神仙送的。将军，看您这神情，除了钱财以外，还得准备些聘礼才是。那也不是现在，等打赢这场战役，天下太平之时。将军，我亲自看着袁术手下从里面搬出好多花花绿绿的盒子，底下士兵吃了病就好了。难怪连粪水都供不下来。给我烧了！是。虽然我不知道你的草堂子有什么，但我一把火给你烧干净。
看你还能玩出什么名堂来！马上就要到日子了，怎么袁术还没有来？难道战败了？不可能啊！药我都已经送过去了。算了，我要亲自去看一下。穿越门怎么失效了？小娘们呢？到日子了，赶紧还钱！哼，心软呐，钱呢？还有3个小时才到时间呢，你急什么？你还不上就直接说。3个小时，你能变出真金白银来啊？袁术，你究竟在干什么啊？糟了，总门被烧了，穿越门怎么办？将军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他在那边等着这笔钱，没送过去，他该怎么办？谁啊？沈一吗？没事，我们可以广发天下告示，一定能将沈一寻到。寻不到的。马上召集人手，把这块废墟挖开。够了，3个小时到了啊！我可没工夫看你在这耍猴，赶紧拿钱！再给我2天时间。你耍老的呢？啊！你们是什么部落的？你又是谁啊？你把我引到这里想干什么？脑子有泡啊！干老子事！找死！你你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好，你们给我等着啊！我告诉强哥。你别紧张，我没有恶意的。你受伤了，我帮你包扎一下吧。你先把衣服穿上吧。你是从哪儿来的呀？也是从元国吗？但这身装扮实在不像啊。什么是元国？我是格尔18个部落的首领，草原上的王。啊？这是百兽之王的獠牙，只有最勇猛的勇士才能拥有。部落首领？难道这个穿越门不只能穿越到一个时空？我明明在森林里追羚羊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你这是穿越了。穿越的意思就是去了一个特别远的时空。尊敬的部落王大人，您要不要跟我做个生意啊？我这里有很多药品呢，您看你需要什么？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，草原上只有强者才能生存。大客户没了，快告诉我该如何回去。从那个门进去就是了。老天保佑，下次穿越来一个有钱又能和我做生意的吧。神女啊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这些通通都给你。不是，现在显灵这么快吗？将军这是怎么了？都3天了，连个人影都没看见。祖统领都帮将军发告示了，将军非说没用，只有在这儿才能找到。哎呀，八成是受了什么刺激。找到了。吴老二，你去哪里了？我找到了神女。你找到了神女？听说神女会带着天火降临，而我找到了这位降火神女。快准备起来！我们的部落
就要有女首领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有女首领，首领太好了！有女首领了。这个金有80克，按照当前的金价来算，大概能值个7万块钱。但是重新打好造型，至少能翻5成。哈，你来啦！啊，我正好有事找你。你看这金子，大概能卖个10万块钱，我4，你6。但6万块钱都买打火机，实在是有点太浪费了。我打算再买个打火石，这样你们刮风下雨的时候也能点燃火啦。我还打算买一些燃烧瓶，在你遇到野兽的时候丢出去，就能吓退他们。不满意啊？没事儿，我还有其他方法。果然每个时代的甲方都好难伺候。虽然你不懂现在的物价，但是我们做生意嘛，讲究的就是诚信，我当然不能骗你了。我还打算帮你们升级一下武器装备，这样你们就能安全很多。你们部落感谢的方法真挺热情啊。神女，嫁给我。啊？来草原做格尔的王后。什么？不是我不是袁术。神女，我们走。星梦，你要和他走吗？什么呀？我哪儿都不去，你们都是我的顾客。挑衅！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们先关心一下自己吧。一人一只捕上符，走。中原男人，娇气。有完没完了？神女啊，你为什么帮着他说话？看起来又瘦又弱的，在我们草原连女人都不如。袁术，他是带兵打仗的将领，保家卫国的英雄，你别胡说。哼，阮姑娘过奖了。你这次来迟了许久，可是战事有什么变化？是我不小心暴露目标所在，并且被敌人找到。哎，幸好从废墟中找到这个，才得以过来。看来穿越的关键在珠子上，那我以后随身带着珠子，是不是能实现随地穿越啦？神女，你们聊什么这么开心啊？聊发财的事。你们各自回各自的时空，我把你们带来的东西换成物资，3日后在药店见。神女，我是来迎娶你去草原做女主人的，不是跟你做买卖的。我再声明一遍，本店只卖货不卖人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要了。老板，什么叫不要啊？你上次的玉佩我拿去问了，有价无市。这原果在历史上没名没姓，没人收啊。可这都是好料子，您再看看呢。你到底懂不懂古董？古董，古董，重要在古，没有史实记载，就算是再好的料子，也只能当工艺品卖。工艺品的话，能卖多少？哎，顶多是这个数，顶多。这太少了，连买物资都不够，何况还要欠款。哎呀，这还少啊！要不你也帮帮我？这是你上次拿来的玉佩，我都砸手里了。哎，强哥，就是这小娘们儿，他不仅不还钱，还把我们打了一顿。这阵阵心悸又是怎么回事？将军，宫里来人了，说是要大赏全军上下。将军，你怎么了？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战事尚未结束，奖赏来的未免也太早了，总觉得有些奇怪。小娘们儿，叫你拼斗出来呀，看看他能不能打过我们这么多人。还有心情去逛古董店，看来钱已经准备好了啊！我从来没说过不还啊。区几百万而已。这个箱子你们可以直接拿走，但是可惜了，你们错过了赚大钱的机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
我从一个破药店，短短2周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，你还不懂什么意思啊？你有赚钱的路子。没错，而且我还可以带别人一起。啊，强哥，你别听这小娘们胡说，她这是在拖延时间。哼。强哥，你要因为他的几句话放弃发财的机会吗？你想怎么看呢？啊？1个月之后，我能还你150%的利，但你这几个手下来我店里捣乱，害得我生意都做不了了。哼。你看，哎，不是你什么意思？强哥，别！手下不懂事，自己来管教。但是你1个月之后，要么见钱，要么见命。成交。总算是糊弄过去了。不行，我得找袁术想想有没有其他赚钱的办法。哎呦！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爱卿品神，爱卿这次为朕守卫疆土，论功行赏，当属首位。陛下谬赞，都是臣的职责所在。不必推辞，朕定当大赏。朕封你为御林军第1带刀侍卫，帮朕守护这皇宫，如何？陛下，臣自知力薄，恐难当大任，前线战事吃紧，还请让臣回到前线。前线不必去了。朕已经让苏丞相的嫡长子苏平替你前去了。陛下，苏平从未去过军中，如何能担任主将？而且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。够了，你难道要抗旨吗？臣领旨。袁统领，以后这儿就是您的寝殿。您贵为御林军第1统帅，负责整个皇城的安危，所以没有特殊情况可不能出宫呐。袁术明白。如今想破局，只能靠你了。怎么是你？不然你以为是谁？神女吗？你这一下不得要神女的命啊！抱歉，神女不是说你在带兵打仗吗？你把战士们抛下跑了？我没有，我被皇上禁锢在皇宫，不能再去前线。你们部落首领是不是昏了头？部落在前线打仗，把人困住，这种人应该被抓去草原喂狼。你们草原就没有出现过意见不合的情况吗？没有，我们大事都会请示神明，没有人敢违背神的意志。那你现在怎么想的？只要能回到前线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敌军表面撤军，但我总觉得不安，恐怕有鬼。你们国家信神吗？如果是神的旨意让你回战场，那我就能回去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谁帮你了？神女一直想让你的国家战胜，就差最后一步了。我不想让她失望。你很喜欢她？不错，我就是要迎娶神女回草原，她注定是我的。星梦她不是物件，她只属于她自己。说这么多，还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不敢表态的懦夫。我对星梦……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你怎么来了？那些古董出了点问题，不能变现。我来看看你这里有没有什么其他赚钱的办法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本来想去药店找你的，不知道哪里弄错了，就到了这里。碰巧碰到这个懦夫被困在这里。困在这儿？造神计划加我一个。太危险了，那毕竟是欺君之罪。还有你那边的事。哎，没事，我不着急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，欺的哪门子君啊？况且前线惨状我已经见过，人命不能是政治的牺牲品。至于搞钱，还好暂时拖住了。等袁术回到前线再想办法吧。帮袁术回归前线计划。正式启动。现在最难的是怎么造出一个神。看我的！啊！现代科技吓唬古人，
还不是小菜一碟？三日敌军又推进了80里，苏平在干什么？回皇上，苏小将军说敌军火力猛增，与袁术之前汇报情况大相径庭，所以才……不如让袁术先回前线平定战事吧。不可，如今他对朕已经有了怨怼，放他回去无异于放虎归山。袁术这辈子只可留在皇宫。袁术，你看我带了什么？刚才，抱歉。没关系，应该是我说道歉才对。神女，你回来了。神女，你喜欢他这样的？我的比他的更好。确实不错。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。看，这个就是我带过来的造神神器投影仪。就这个方方的小盒子，不错。现在缺少塑造一个恐怖的氛围，最好是一种诡异、有精怪的氛围。你们说，2个穿越珠能不能把2个时空连接在一起？我上次回去也发现了这个穿越珠。什么时候？好像是猫在叫啊！援兵显灵了，是援兵显灵了！什么援兵显灵？敢在朕的面前放肆！陛下，传闻是前线枉死的战士冤魂来宫中索命了。神仙赎罪！神仙赎罪！是谁在朕的面前装神弄鬼？元帝，你可知罪？休要胡言乱语！会不会让春月珠也投些其他时空的影像出来？陛下，援兵真的来了呀！元帝，你把战场当儿戏，罔顾战士们性命，如今是时候还给他们了。神仙饶命，朕也是被逼无奈。朕愿意拼尽全部国力扭转战局，请战士们安息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元帝，你所做一切都逃不过我的法眼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马上把袁术招进宫。是。如何啊？即刻启程，去往前线。耶！能够重返战场，多亏了2位的相助。以后需要袁某的地方，我必将竭尽全力。还2位呢，这么见外。这是皇上用来供奉神明的，你收下它，也算是了却了他的心愿。这么多！他如今对你的话深信不疑，还要打造等人高的纯金雕像呢。那雕像打造好了，一定要记得带给我。没想到竟然还有意外的收获。行了，欠款的问题也解决了。好，多谢。那我们就各回各家。那5日后我们在袁术那儿相见。你们要缺什么物资就告诉我，我还要做生意呢。好，你们先走，我还要连夜赶回军营。总算是回来了。这些钱再加上之前攒的，还有投资的收益，差不多可以把欠款给还清了。这是血，穿越珠一血，难道是袁术受伤了？放箭！怎么样？多谢。你怎么回事？打仗都打不赢。
这伤口怎么那么奇怪？告诉星梦别过来，危险。算了，为了神女，我也不会让你白死的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快回去！我还没来得及去找神女呢，她就自己过来了。你别怪我啊，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战况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我来了后，发现敌军实力大涨，我方死伤严重，恐怕已经是强弩之末。懦夫！胡闹！我可以在战场上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但我不能让我身后的老百姓跟我一起陪葬。自知兵力不行，就该让百姓提前撤退，不然他们还有活路吗？都是借口！你但凡……够了，不要再吵了。是嫡媳。袁将军，敌军又来了。你们不用担心我，我自己会躲好。去北边，那边是村庄，去那里避避。好，你们保护好自己啊。你也要保护好自己。没想到你会留下来。如果战败，神女就会很危险。我乌拉尔从来不打败仗。我也是。将领们，今夜九死一生，我们都不能后退半步。我们的身后是国家，是百姓，更是家人。给我杀！杀！幸好你没受伤。他意外发现了我躲藏的地方，为了不让敌军看到我，他顶着敌人的刀枪，把敌军给引开。他本来是不用死的，都是因为我。星梦，别哭。我会尽全力去打赢这场仗，替他们报仇。你也会死吗？死在某一场战争之中。这是我的使命，能为国家死在战场上，是战士的最高荣耀。原来他是一直抱着必死的决心在打。我会帮你打赢这场仗。什么？袁术，我会帮你打赢这场仗。你等我3日，等我筹备好物资，我一定会帮你扭转战局。少了你好几天，总算出现了，是时候该兑现你的诺言了吧？全部都换成现金，我现在就要。将军，撤军吧，实在坚持不下去。粮草已经吃完了，战士们死伤七八，现在撤退，兴许还能保护一丝火种。还有2日，我的干粮和药全部给战士们分下去。是。我能帮忙准备些食物，但是我们没有储存粮食的习惯，可能只够撑1日的。多谢。我相信神女是不会骗人的。我知道，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她。老板，这车间我全包了，所有的压缩饼干我全要。全要了？这一天可是能生产10万包。对，签合同吧，从现在就开始算。你这是去赈灾还是打仗啊？要这么多？还真让你说中了。姑娘，这么多货，估计一时半会运不走。我认识的运输车全来了也不够用啊。不用运，我自有办法。就是这期间不能让除了我以外的人进车间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还乐得清闲呢。回家数钱去了。将军，已经过了2日，现在大军压境，粮草断绝，
将士们实在撑不下去了，就当是我为将士们请命，求将军撤退吧。将军，你要清醒一点，阮姑娘她不会再回来了，你不能拿全军将士的性命去赌。不得胡言！他说3日，我一定在这里等他回来。报！将军，旁边帐内突然涌现出好多这样的东西，还有一封信。这个叫压缩饼干，是行军干粮的一种，吃一块人就能饱了，可随身携带多日。吃1块就能饱，竟然有这么神奇的东西！将军，我好像不饿了。马上把此物给全军发下去。是，我就知道，星梦会说到做到。现在粮食的问题解决了，药品也都用上了，袁术他们应该能喘口气。袁术回信了，饥荒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，药品全都用上了，久治不愈，伤员的情况还在恶化。这区区的刀剑外伤，最强的抗生素也治不好，难道说……药品没有问题，看看是不是伤口出现发臭、溃烂的症状。如果是，大概是环境造成的。你那边正值酷暑，并且居住条件也比较差，不利于恢复。我这次送过去的是空调和太阳能发电机。把这个黑色的箱子放在太阳下，把这个白色的放在军帐内，然后自带的线连接，然后按这个开关按钮，有冷风出来后就算成功，应该对战士们的恢复有帮助。阮姑娘的意思是靠这2个东西就能让战士们恢复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又不是药。但伤口就像山君所说的，发臭发烂了。说对这个又怎么样？将军还是催促阮姑娘再送些药来才是。照信上说的做。真凉快，夏天竟然有秋天舒爽的感觉。这么神奇吗？快，赶快拿去上兵营。军师的武器果然好用，经过前几日那一仗，袁国估计是撑不住了，再有半个月，定可拿下。半个月？近几日军事高温，他们伤口极易发炎，能撑7日都是奇迹。你大可今日出兵，一举拿下袁国。只要战胜袁国，金山银山我自当双手奉上。恕我好奇，军师你这通天的本领和这稀奇的武器是哪里来的？我纵横战场一辈子，也没见过如此古怪又杀伤力十足的武器呀。天机不可泄露。老板，你们这里威力最猛的烟花是哪一种？要那种引爆快、范围广。小姑娘，我这是烟花厂，不是炸药厂。哈，我这不是家里有喜事吗？想让全村人都知道。这种的，这可是我为庆祝孩子满月特意调配的烟花，保证一炸整个村都能听到。好，就它了，全部都给我包起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2踢脚、鞭炮，给我各来100箱，我现在就要。好，有了这些，袁术的仗一定会好打许多。袁术，你看我给你找了什么好东西啊？奇怪，人呢？哎，阮姑娘，你是何时来的？哎，不重要。袁术呢？敌军来袭，将军带人出战了。什么？找人去把帐篷里的箱子全部抬出来。好。袁术小儿，你已被我断粮15日了，如今你是强弩之末，速下来给爷受死！将军已经没有剑了。袁术，你现在放弃抵抗，我还能留你一条全尸。今日我必要亲手攻破你袁国的大门。你对袁国的帮助，我都记在心里。如今是我和袁国共存亡的时刻，刀剑无眼，赶紧回去。见到星梦，给他这个。
你怎么了？袁术小儿，你们袁国已经到了要让女人都上战场的地步了吗？啊，无力的将军配上废物的国家，真是绝配呀！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？烦人！这难道是该死？这炸药千金难求，他从哪儿学来这么多？兄弟们，我们撤！将军，他们撤军了！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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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袁术，守住了，我们守住了！谢谢。少喝点。说，竟然可以把肉做得如此美味，我一定让我族人也尝尝。好说，等我回去给你寄一箱烧烤料，我包你吃个够。哦，火锅没火了，我去加点。少吃点，你慢点喝，别喝多了。你真好看。你喝多了，别喝了。星梦。袁术，这场仗我们打赢了，你开心吗？开心。那认识我，你开心吗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能穿越。我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古代，从没想过能来这里，就像拍电影一样。最重要的是还能认识你们。认识你，也是我最开心的事。那就好，认识你们我真的很开心。我能帮到你们，我就感觉自己有价值。以后我就再也不是没人要的小孩了。你怎么会没人要呢？我多想，就是还是等战争结束吧。军师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快攻，速战速决，不能给他们留喘息之力。万一他们还有火药怎么办？不可能，就算我的猜测是真的，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弄来这么多炸药。你尽管去攻。醒了？头好痛啊！你喝了这个会好受一些。星梦，你还记得昨晚？昨晚怎么了？我记得我吃烧烤不小心喝多了，谁知道喝菠萝啤都能醉啊！没事。将军有了如此神器，区区张国完全不是问题。不如我们长驱直入，把他们一举打灭。不可，火药这次过后已经用尽，再次补给需要很长时间。当务之急应该是巩固防守，防止敌国再来犯。星梦说的对，以张赫的性子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新一轮的硬仗恐怕马上就要来了。该如何设防呢？军营其实是一个天然的陷阱地形，一旦猎物进来，就无处可逃。瓮中捉鳖。这里做一条水道，他们要想避开水道，必须走正门。水道是个好主意，但我来这里这么久，从来没有见过下雨。你们这儿有河道可以用吗？如果我那里引自来水，水量太大会引人注意。哎，我那儿的草原，现在是雨季，
可以用穿越珠引水过来。普通的水道或许还不足防御，但我利用现代物理技术。哎，别碰！我在里面做了东西，在战场上提醒士兵们千万不要下水道。已经吩咐下去了。现在就等敌军上钩了。啊！只是这些时袁国毫无动静，只是一味的增加防卫。这就是他们元气大伤的证据，他们已经无力乘胜追击，当下就是进攻最好的时机。但是他们在最远的侧门挖了一条水道，不知为何。水道？莫非是想效仿护城河之术？哼！可偏偏张国都是弄水的一把好手，无谓的挣扎，一条浅浅的水沟就想抵抗千军万马，动手吧！好，将士们出！不好，从正门攻！看来生锈了。古代没有触电的常识，这几个水道就能拦住大部分兵力。不好，中计了，撤！放！袁术，害得老子损伤如此惨重，老子和你拼了！袁术，你想困住我，没想到把你自己也困住了。老子就要拿你的人头做战利品，献给大王。我才要用你的命告慰我死去的兄弟们。你以为你一个人打得赢我们这么多人吗？军师早就说过，你们远古气运已尽，早就逃不过被吞并的命运了。我从来不是一个人。哇！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受伤啊？没事。我们打赢了吗？赢了。打赢了，战争终于结束了。小轩，乌拉尔，竟然还有漏网之鱼。西蒙，你先带乌拉尔回军帐疗伤，我去追。你小心一点。走。怎么伤口这么深？有点痛，你忍一下。没事，这些痛不算什么。啊！我就知道你会把自己弄伤。谢谢。战争结束后，你想去做什么？在这收拾一下，就先回药店吧。那边还有一大堆烂摊子等着我呢。那你呢？草原的王不回草原，你的族人应该等齐了吧？你以为我是为什么留在这里啊？为了那个虚伪的臭木头吗？别这么说，袁术。你为什么总是偏心他？神女，你什么时候嫁给我？我们都是过命的交情啊，哪有嫁给好兄弟的？你也把袁硕当兄弟吗？我现在不想谈恋爱，更别说什么嫁人了。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排在前面。对方跑太快，没有追上，我已经派人去搜查了。
你的伤势如何？打你完全没问题啊。军队休整一下，准备启程回京了。那我也收拾一下回去吧。袁术，你说他们为什么要打仗呢？因为人的贪婪是无限的。我不喜欢这样，每次打仗都会死好多人，我之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，没有实感。现在亲身经历以后，太可怕了。我会尽力阻止战事的发生，让元国变成最安全、没有战事的国家，让你再来的时候不会因为这些事情难受。那拉钩，这是承诺的象征，盖了章以后就不能反悔了。神女走了。那我们也出发。圣旨到，袁术违抗军令，谎报军情，现有锦衣卫押解回京，其余将领全部随行。我怎么感觉在哪儿见过他？怎么每次来这里都这么倒霉？你也趁机回去吧，顺便去看看邢猛，他伤的状态不太好。那你呢？我的事，你先别告诉他。你放心，我是战神将军，皇上不会太为难我。谁担心你了？哎，阮小姐是吧？你走大运了，有个收藏家对你手里那些没年代的古董非常感兴趣，要高价回收。真的吗？有人愿意买啊？当然了，快过来，人家在店里等你呢。好好好。啊，你回来了？那边都解决了吗？你准备去哪儿？那边的古董有人要买，我正准备去见他呢。我和你一起去。好啊。谈生意可是很无聊的，你确定要跟着吗？那我在外面等你。走吧。哎呀，你来的正好。我和你说啊，你这回可遇上贵人了。有人啊，愿意出这个数买你的那些东西。这么多，这靠谱吗？我还能诓你的吗？阮老板，幸会呀，久仰。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门外这是？那是我弟弟，他有些内向，不好意思见外人。啊，阮姑娘是这些古董的直接主人吗？是啊。那太好了。你为什么那么在意我是不是这些古董的主人啊？嗨，这不是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吗？阮姑娘，合作愉快。我先走了。好。好啦，别在这种蘑菇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应该是我想多了吧，或者是长得很相像的人。走吧。走吧，我们去袁术那边看看，他战后重建应该也需要钱。怎么了？在想什么呢？不行，不能去袁术那儿。为什么？是不是袁术那边出事了？你可知罪？臣不知。朕整整1个月没给你送过粮草，你们却不愁吃不愁穿，还悠哉的把战事给打赢了。你们的粮草不是搜刮民脂民膏，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陛下，几十万士兵在前线拼命，您怎可轻易断粮草？您将袁国的安危置于何地？你还教训起朕来了？若不是我试探你，怎么知道你中饱私囊？臣没有。够了！看你是在边疆把心养野了。从今天起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你休想离开西宫半步！滚出去！
陛下何必为了一个蛀虫动气？杀了他不就得了？多亏爱卿提醒朕，不然朕现在还被他蒙在鼓里。只可惜我元国将才稀少，杀了他，恐怕边疆不稳了。看来还需再添保护。皇上，九州18国的使者已经在路上，3日后就能朝拜。好，这正是彰显我元国国威时刻。此等大事就交由爱卿处理吧。臣领旨。这要能挑起两国矛盾，又可以发一笔战争财，此等机会定不能错过。你们果然来了。你报喜不报忧的毛病能不能改改？你还笑？你看我干什么？神女这么聪明，一下就猜到了。无事，只是被谢了兵权困在宫中，幸好战事已过，四海升平，只要百姓们过得好，这些都无妨。袁大将军，老奴是传陛下旨意，3日后朝拜宴，请准时出席。知道了。告辞。元国大获全胜，国威上升，周边18国，例如北韩国等，都要来朝拜进贡。虽然我现在被禁足，但这种场合还是要出席的。那不就是需要你的时候把你拉出来吓唬人，不需要你的时候就把你关起来，把你当吉祥物啊？朝拜会很好玩，我可以带你们一起出席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我只是觉得北韩国的名字有点耳熟。是古代的经济，远比想象中繁华很多嘛。是里的贵人。他怎么也回到了宫里？无妨。我怎么感觉这个背影有点眼熟啊？西梦，你好像很在意他。他是谁啊？若我没猜错，是新贵的李大人。哦，李大人。传闻中他已经婚配。他婚不婚配关我什么事啊？没想到你还挺八卦的嘛。算了。要想个办法做掉阮星梦，绝不能让他再坏了我的好事。参见大元皇帝。诸位远道而来，快快入座。左边第一位是谁啊？感觉大家都很尊敬他。那就是北韩国国主，是18国中实力最强劲的国家。我好饿，还没来得及吃饭。我还想吃肉干。你也尝尝。袁爱卿觉得呢？陛下所言极是。那就按土木鸡王所言，举办3场比武大赛。袁爱卿，你来打头阵。是，陛下。听闻袁术将军是常胜将军，我儿涂木虎也是我们草原最英勇的汉子。趁此机会，让我儿讨教几手。讨教说不上，两边互相切磋学习罢了。袁术，他们人高马大的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放心。
嗯。要是我上场，你也会这么紧张吗？当然。你最好会。好，哈哈哈哈哈！我道歉无言，图木可汗莫及，来人宣太医。第2场，赶紧开始吧！好，这是我最小的女儿图木灵莎，北韩第1便士，大元国，可有女子敢应战啊？你们堂堂大元国，竟无一人敢应战！好，就你了。我。陛下，臣的侍女不懂规矩，臣这就将她带回去管教。堂堂大元国，尽是些说话不算数的人。我北韩还没见过上了擂台还能下去的逃兵。既然他已出列，按照规定就他迎战，你莫要再多说一句。恳请陛下收回成命。不能再让袁术激怒皇上。臣女愿意出战。啊！神女，这太危险了。上去就认输，不要和他打。你要让我不战认输，那袁国的脸面不重要，你只要保护好你自己，袁国我自会收尾。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一定会输啊？哼，果然是外行，反而将最致命的凶妇露出。我才不管你们袁国如何，我不能让神女受伤。星梦让我信他。怎么可能？果然还是现代科技好用。幸好我从现代买了防弹衣。你究竟练了什么武功？防弹功。图木郡主落台，大元胜。好，哈哈哈。漂亮。早就不疼了，这太医再来晚一些，伤口都愈合了。越是危险的事，你越要冲到前面。你该让我说你什么好？我若是不迎战，轻则你被皇上责骂，袁国受辱；重则助长北韩国的士气，他们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，后面免不了一场恶战。我们不是约定过吗？要阻止战争，让百姓平安喜乐。可如此换来和平的代价，未免太沉重。我承受不起。别担心，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做没有把握的事，好吗？好。今日狩猎，你身上有伤，不宜剧烈运动。我担心北韩国还不死心，还要搞事。你带我一起去吧，就算是多个帮手。而且我有事情要搞清楚。昨天比武并非是我自己出猎，而是被人推出去的。可我看清是何人？为何会有人要置我于死地啊？今日那人一定还在猎场之中，不如让我和神女一起找找线索，
我会保护好她的。嗯，好，狩猎场内弓箭无眼，你们一定要待在外围，不要进来。好，各州儿郎尽显风采。朕宣布，狩猎现在开始。是。我计划的战争才又让这个软星梦给搅黄了。今天我定要他的命！我昨天就是在这里被人推出猎的。这不像是袁国的东西，难道是北韩国？但昨天土木林莎看见我出猎，惊讶的表情不像是装的。乌拉尔，你眼力好，你帮我看看是谁身上掉的。好。嗯。谁？不行，距离太远了，准度差很多。再靠近，袁术该发现了。父亲让我们尽可能重创袁术，若不好实现，也不勉强。我用身上的铃铛去给你带个位置，听准后放箭。好。嗯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引我来此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把你引到我精心设计的犯罪现场，撬。昨天是你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哈哈哈哈！你阻碍我挑动战争，发国难财了，该死！哈哈哈哈！站住！谁杀的他？这气声不像这种寻常古代公使。你竟敢杀我家公主！我要杀了你！可汗冷静，如今一切不明，现在下结论未免太草率。我族人亲眼撞破，他拿着弓在灵莎尸体身旁，还有什么不明？你的族人只能证明是我第一个发现他的尸体，如何证明是我杀了他？你可汗息怒，你先说说当时的情况。果真是此女所为，朕绝不姑息。放心，回禀陛下，草民是为了寻将军才进入猎场，没想到在猎场中迷了方向。但是营地的人可以为我作证，我离开营地不过是一炷香的时间。说下去。诸位可还记得，发现灵莎公主尸体时，她身边周围草地的血已经干涸，就连她身下的土都已经浸入半寸的血。就算我在第一时间杀死了公主，在短短一炷香之内想达到这样的效果，明显是不可能的。你说不是你杀的，那是谁？你说呀！我要将他碎尸万段。是我分析的没错，凶手应当是父王，他就是凶手，我亲眼所见，就是他射杀了灵莎。他为何污蔑我？如果不是你杀的灵莎妹妹，那难道真是我失手？所以凶手必须是你。小可汗，说话讲究证据。刚刚我明明已经证明了我是不可能作案的。你们汉人诡计多端，一张嘴就可以颠倒黑白，我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吗？够了！土木虎和灵莎是亲兄妹，他不会骗我。不管你用了什么诡计，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，为他报仇。铁证在此，可汗怎么黑白不分？住口！来人呐，把此女给我押入天牢，3日后午门问斩。皇上，不可！你以为杀个侍女就能平了北韩的恨吗？土木戟继而杀我，在此发誓，我北韩的铁骑定踏遍中原，让你们为我女儿陪葬。踏遍中原，为公主报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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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不把他给我压下去！朕要把他碎尸万段！
快走！袁将军，您这是何苦呢？北韩大军已经压境，你身为臣子，不为皇上分忧，怎么还要给皇上添乱呢？皇上竟也如此黑白不分。北韩国明显意图不轨，即使公主不被杀，早晚也会因为其他事造反。袁将军，慎言呐！皇上说了，就是你跪死在这儿，那婢女非死不可。明日就有人把婢女的尸首运到前线，交给可汗。是吗？既然如此，那袁某就无话可说。你我究竟是在哪儿见过他？他又为什么三番五次置我于死地？看装扮，他并非远国人，但是也不像是北韩国人。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莫非……西梦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袁术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和圣上说清你的情况，圣上明白你是无辜的，所以让我来送你出狱。离开这里后，离开袁国，袁国已不太平，你可以去南边，那里气候宜人，还有很多生意人，你可以继续做生意，或者干脆离开这个时代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。那你怎么办啊？我是袁国的将军，还不能离开。你放心，等我处理好北韩的事情，自然会去找你。我真的洗清自己的清白了吗？明明皇上白日还不相信我。好了没？你们俩够了，走吧。走。我就知道神女有了主子也不会走，幸好袁术算有点良心，想出了劫狱的办法。你们是劫狱？是啊，怎么了？行吗？走。快点！快！四郎走水了，快找人来！在这场大火之下，一切都会焚烧干净，至少能暂时掩埋我越狱的痕迹。皇上根本没有答应放我，是不是？这么做只会坐实我是凶手，而你也会被化为同伙。就算我能一走了之，你怎么办？袁国的百姓怎么办？此举定会惹恼北韩，到时候他们一举南下，难道数万条人命就为这场陷害买单吗？我考虑不了这么多，没那么多时间了。皇上明日就要行刑，我只想救下你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快离开！神女，袁术并不是没有想其他办法，他在大殿外面整整跪了一夜，最终想明白一件事：皇上根本不在乎真相，他只想用你的命给北韩一个交代。所以，他是迫不得已才去劫狱的。我还刚刚那么怪他。神女，去和他说清楚吧。乌拉尔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你愿意为了他留守死牢，他愿意为了你劫狱。袁术，终究是你赢了。
抱歉。抱歉。还疼吗？无妨。胜意已决，最迟3日就会开战，先回去那边好不好？袁术，这次的战争和之前不一样，我并非是局外人，这次的幕后黑手明显是针对我，我不想逃避。可如今已是死局。未必，皇上他只是想找一个平息北韩国怒火的替死鬼，他并非是真的在意真相。而图木吉可汗他不一样，他才是真的在意凶手。可惜现在缺少线索，我总感觉还缺少很重要的一条线。不知道这个你们还有没有什么用？这是杀死图木林莎的那支箭。头骨是人最硬的骨头之一，这支箭半支都清了血，恐怕差点就要射穿头颅。你们这的箭有这么大的威力吗？我最多只能将箭靶射穿5寸，即使用上玄铁弓，战场上也只能射穿人的肉体，并非骨头。我也试了一下他们的弓，虽然威力比我们那边大不少，但是想射穿头骨还是很难。而且威力越大的弓，准头越差。可这支箭正中眉心，图木林莎都来不及发出喊声，就当场毙命。就连你们都很难做到的事情，这猎场怎么会有人做得到？这里也不太对。按照射箭姿势，一般箭头才会出现这种擦痕，而这支箭的擦痕在箭尾处。据我所知，当前并没有一种弓会出现这种擦痕，这更像弩的痕迹。而弩的体型庞大，若有人携带，定能被发现。当前没有弩，难道说……神女，我在这里见到了和你那个时代一模一样的人，我以为是巧合，就忽略了。如果不是巧合，是和我们一样的穿越者，那一切都说得过去了。你在哪里找到的？古董店，就是那个和你做生意的人。我和袁术被押回西宫的时候，在太监身边发现了一模一样的人。怪就怪在你不该出现在这儿。难怪突然要买我的古董，难怪他说我不该出现，这样一切都说得通了。恐怕现在北韩国实力猛增，也是他的手笔。他靠战争发财，而我挡了他的财路，难怪他要杀了我。而且这次的陷害应该都是他计划中的一环。这么说来，近日皇上频繁罢朝，只在御书房单独会见某人，恐怕也是他。那该如何？我们要揭发他吗？穿越这事太过于玄幻，皇上难以信服。况且他应该很受皇上的器重，我们贸然前往会暴露自己。当务之急，应该是阻止战争的爆发。放心，我亲自前往北京。袁将军，皇上召见。夜里死牢走水，一切都稍微灰烬，你可知晓？臣有所耳闻。如今北韩大军已压境，重要的人犯却葬身火海，你说你可有办法？臣愿意领旨，带兵前往北境，镇守边疆。既然如此，朕准了。爱卿，果不出你所料，他竟执意要前往前线带兵。陛下，袁术2次被夺兵权，恐早就心生不满，这是他唯一夺回兵权的机会，定不愿放弃。臣愿亲身前往监视袁术。监视？不必，杀了吧。如今朕身边已有了你一个不听话的妻子，不如放弃。臣领命。爱卿，袁术死后，
所有的兵权全部移交给你，只要能抵挡北韩。我们等袁术到了前线再回去啊。乌拉尔，这次的战争比之前危险100倍，你还是……沈女士让我走。这次我不单是为了帮你，我也有必须参加的理由。沈女，你看，这个图案是不是有点眼熟？这好像北韩国旗帜上面的花纹。从我第一次见到北韩国国旗，我就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，但我又不是这个时空的人，所以这次我必须要弄清楚这件事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一起去。可是李琦已经深得皇上信任，想要扳倒他，怕是不容易。扳倒？不需要，在皇权之下，确实人人为亲，但在现代，这里可是法治社会。强哥，辛苦强哥见到此人，一定要联系我。好说，找个人的事，就是不知道这个人怎么得罪了阮老板。我怀疑这个人制造贩卖大规模杀伤武器。啊，真的？通知下去，但凡见到这个人，通知我跟阮老板。是。如此一来，多谢强哥了。好。走吧，我们也回去吧。你是如何确定他一定会回到这里的？万一他一直待在原国不回来怎么办？他唯一的优势就是穿越，在穷途末路之时，他一定会回到自己最熟悉的时空，东山再起。形势如何了？不容乐观，北韩国战意决绝，递过去的降谈书全被撕毁，使臣也被杀了。袁国经历上一仗元气大伤，精锐只剩1000余人，他们已逼近至这里，按这个速度，恐明日两军便要交锋。那就只剩今天一晚。带队将领是谁？是图木吉可汗吗？是图木虎打头阵，图木吉在后方坐镇。不如咱们赌一把。那日在营地，我和图木虎无冤无仇，他却突然指控我杀人，慌乱的样子很奇怪，这其中定有隐情。你是说，是图木虎杀了图木灵莎？有这个可能，或者是他以为自己杀了图木灵莎。只要我们见他一面，这其中的问题一切都迎刃而解了。灵莎，小可汗，敌人来袭。有多少人？只有3人。带上来。是。你还敢来送死？小可汗，此言差矣。若是把真相说出来，该死的怕是另有其人。小可汗，还不和我们谈谈吗？出去。是。小可汗，别紧张。你若是失手杀了我们，密信隔日就会出现在可汗的桌上，上面有灵莎死亡的真相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7日前，你在军营中用弓错手射杀了你亲妹妹图木灵莎，还试图嫁祸给我。我没有。也许你不知道，汉人的剑和北韩国的剑在剑尾上有细微的差别，为的就是区分狩猎者的身份。而北韩国的剑在剑羽上有根红色的羽毛，杀死灵莎的那只正是如此。我怎么可能失手成这样？灵莎，是哥哥对不起你。只要你把当日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不能帮你求情。现在灵莎的死牵动了2国战争，难道让军营中的族人为你的错误卖命吗？那日，我和灵莎准备借射箭机会除掉袁术，可不敢靠太近，担心被发现。难怪有奇怪的箭飞过。所以灵莎提出听声辨位的方法，她靠铃铛帮我引位置，铃铛声结束，我就射箭。没想到，竟然真的是我杀了他。你是说你用弓杀死了他？
是这把吗？是。看来林莎不是你杀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能用这把弓射穿动物的头骨吗？开什么玩笑！我们捕猎一般都是瞄准动物的腹部，怎么会瞄准头骨？可林莎是被射穿头颅而死，伤口足足有那么长。你说什么？这是何等武器，竟有如此威力？到底是谁杀了林莎？我们已经有了眉目，现在需要你的配合。凭什么相信你们？你们汉人会真的帮我吗？也不是为了我们，而是为了两国的百姓。如果真的要和北韩国开战，受害的只有两国的人民。若不是你们挑衅我北韩国，我和林莎又怎会铤而走险？各国来朝，元国都是以礼相待，何来挑衅一说？你们把我们安排在破旧宫殿，连下人都轻视我们，这不是下马威是什么？负责朝拜会的事是李琦。果然，我管你什么琦，林莎是被北韩人杀死的，我会揪出内鬼西天。但北韩和元国的仇还没有结束。刚刚剑雨的事是为了炸你，但我接下来的话句句属实。如果你们北韩国执意要和元国开战，最终只会两败俱伤。你，请为我们请见，我们一定要见可汗。两军为何还没开战？回都尉，昨日夜里，袁将军带着2人前往小可汗帐内，至今未回，两军都不敢轻举妄动。什么？他们去屠木虎了？是。督军，前线敌军正在撤军。撤军？他们知道了。他们一定是知道真相才撤军，不能留了，得赶尽杀绝才行。传我的命令，全力进攻。督军，袁将军的命令是在他回营之前不得擅自行动。虎符在此，违抗军令者，杀无赦。是。父王，对不起，我因害怕隐瞒了真相。本王凭什么相信你们？这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当今天下，谁能做到将箭射穿头颅？可汗，你也不想看林莎死得不明不白吧？如今凶手还在逍遥法外，可汗，你可要放过他吗？可汗不好了！元国突然拔营进攻，怎么会？原来是为进攻，拖延时间。来人呢？我下的命令是原地待命，这其中必有误会。够了！本王不想再听你们废话，将他们押入木笼，我要拿他们的血祭天。为什么会突然进攻？军令如山，没我的命令，战士们不敢妄动才对，除非是虎符。难道李琦带着虎符来了前线？准备好受死了吗？让我出去，我可以说服他们退军。袁术，当我是傻子吗？放你出去，我已放虎归山。可汗，你若是现在出征，那就中了奸人的圈套。你忍心让你的族人们白白赴死吗？事到如今，已经没有退路。你是北韩国的人？不像，你怎么会说北韩的语言？我并非你国人，但应该和你们关系密切。这是北韩正统血脉的标志，你身上为何有？现在来不及解释了，但我愿用我一身草原正统血脉起誓，我们绝无害北韩国之心。就让袁术劝袁国撤军吧。让他去劝说也不是不可能。把这个女人留下，但凡你有点不地道，就立马杀了她。你去吧，我没事的。在我回来之前，一定要确保她的安全。哼，我们才不会像你们汉人出尔反尔。等我回来。众将士听令。
后退30里，回到边境线。没听见吗？后退1步者，定斩不饶。总算出现了。袁术、阮星梦与北韩国沆瀣一气，叛国已成事实，现诛杀2人者，连升3级，赏黄金1万两。北韩国和袁国并非有仇，是李琦在其中挑拨离间，栽赃陷害。我是为袁国而战，不像你通敌求和。为袁国而战，那为何在上一场关键战争的时候断我们军草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相信将军的话。阮姑娘给我们带了那么多物资，还带我们守城，我不相信她会叛国。你们要抗旨不成？带兵靠的不是摆件，而是人心。你们要抗旨吗？你们要抗旨吗？去吧，你伴侣在等你。你是战败的那个。不错，神女不爱草原。神女？你叫她神女？怎么了？这是大祭司画下的。每当北韩国有重大的战事，他都会记录下来，流传后世。我确实不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。部落的长者告诉过我，我们的祖先是因战争迁徙过来的，而神女是拯救一切的希望。你们部落现在还好吗？现在有了自己的草原，但远不如这里先进。100年前的战争摧毁了一切，就连火种都是神女带来的。如果你真是我们的后代，我很抱歉。无妨，至少这次你做了正确的选择。未来的这个时代，相信能变得更好。有了他，你在北韩国畅通无阻。以后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难题，北韩国随时欢迎你。不好了，袁将军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李琦在牢车里消失了。他应该是去了现代。我跟你一起回去。我来解决，一切都源于我的时空，就让它结束在那里。你留在这里，结束这些烂摊子。该怎么向皇上解释这一切，才是你该烦恼的。万事小心。炸死你们！炸死你们！所有士兵都死了，我依然风风光光回到袁国，享受荣华富贵。咦，你找到这儿来了？你真的是疯了，居然在居民楼里堆这些东西！你闭嘴！你闭嘴！我马上就要赢了。不许动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把这些证据拿走！还给我我的！还给我！我是2品大臣，我要让皇上砍了你们的脑罗袋！尔提事情了，还2品大臣，现在我以危害公共安全、私造枪支的罪名逮捕你，带走。早点习惯吧，你的下半辈子在牢里度过吧，李大人。心软的。不知道袁术那边怎么样了？终究是走上了这条大逆不道的路。陛下老容易被小人蛊惑，臣帮您清君侧。李琦，李琦，他不会再出现了，您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个人。你杀了他，朕要赦你的罪，朕要灭你的九族。知道张过一仗，多少将士殉国吗？若不是您的愚蠢和自作聪明，他们本来可以活得更多。朕是皇帝，天下都是朕的，可以为朕死，是他们的荣幸。皇上老了，你敢篡位？我对这天下并无异议，但我听闻六皇子寄养在宫外，为人聪慧仁慈，是当君主的不二人选。一炷香后，我来拿圣旨。还行，
朕知道错了，朕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原谅朕，你给朕一次机会，朕能做个明君。来不及了。你这样做就不怕留下千古骂名吗？千古骂名，若是能传到他的那个朝代，也不失为一件好事。一切都结束了，干脆直接去星梦那边给他一个惊喜。怎么回事？星梦，为什么没有反应啊？碰到呢？黑树，乌拉尔，你们听得见吗？黑树，乌拉尔，黑树，我该怎么办？喂，老板嘛，你不是卖什么元朝的东西吗？所以我一直帮你留意着。你猜怎么着？本来是毫无痕迹的朝代，结果我今天翻史书的时候，竟然突然发现了元朝。你说啊，这事儿真是见了鬼了。书上怎么说？书上说呀，元朝出过一名少年将军，叫袁术，在帮元国抵御多次外敌后，辅佐新皇登基，接着就迎来了元朝最繁荣昌盛的时代。还好，知道你们过得还好就行。袁将军认为此事如何？陛下思虑周全，臣认为没有不妥。陛下已经登基半年，对朝中事务已经熟悉，不必再凡事过问我的意见。臣终归是臣子，不敢僭越。将军此言差矣。朕刚登基之时，朝纲不稳，是将军为朕扫平一切障碍，帮朕坐稳这把龙椅，才有了今日太平盛世。太平盛世吗？可惜他见不到了。将军在说什么？无事，正事已议完，臣先行告退。还要朕继续帮你回绝各家女子吗？每日为朕推荐各家女儿的折子，都快把朕御书房的门槛踏平了。半年了，将军还是不肯娶。臣早已心有所属，还望陛下成全。不必多礼。是哪家女子啊？朕帮你们指婚啊。如果女方心有顾虑，不管什么要求，随便提，朕都帮你实现。她目前不在元国。多谢陛下美意。帮袁术回归前线计划正式启动。不错，我就是要迎娶神女回草原，她注定是我的。袁术，守住了，我们守住了。袁术，哎，糟了，我忘记拿麻将了。我去吧，
橱柜的第2柜门是吧？对了，灵莎的照片给可汗了吗？可汗看到照片后，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流泪。他说很感谢你送的礼物。没什么，灵莎也是无辜被牵连，才会。哎，对了，那照片怎么做的？太逼真了，比我画的强太多了。那是 AI 合成的啊，就是一种很先进的手段。不愧是神女。都这么久了，你也知道，我就是一个没有神力的普通人而已，该换个称呼了吧？不，你就是神女。哎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聊一些以前的事。说起来，真没想到，穿越的开关竟然到了沃拉尔那边。我拿着穿越珠等了半年，毫无反应，还以为不能穿越了。没想到竟然在山洞里意外发现了穿越门。若不是那次下雨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现呢。也许是你那边的历史改变的最为彻底，开关才会转移，需要你亲自重启。你怎么不说是我们的爱感动上苍了呢？你说对。还吃不吃了？我加肉了。啊，这是我的肉。我要吃。哎呀，不吃了。吃啊，来，喝一杯。